杨紫、刘涛、蒋欣、王子文都来找乔欣新节目，这就是《欢乐颂》的5种乐趣。杨紫、刘涛、蒋欣、王子文都来宣传乔欣的新剧《永远致敬吴梅》。虽然节目已经结束了这么久，但舍不得吴梅的友谊很难不。我主动挪开小座位，等着看乔欣在《寒冬之夜闪耀》中饰演风趣的郑大小姐。谁能想到，这是监护人带来巨额现金的谐音尾巴。10月31日，有网友评论称，乔欣演技不算优秀，却让人意外。我记得在《向心快感》中，她扮演了一位体面的年轻女士。在随后的步骤中，她对一个石头小孩产生了强烈的感情，整个人都有些模糊，不合适。刘涛真是话多哈哈哈，每次辅助同伴推进都格外用心，这是礼赞极乐的武妙。10月31日，众多网友纷纷留言，乔欣身材一般般优秀，细眉略秀，个子高挑，身材妖娆，综合来看，脸蛋格外精致。再者，她的家底也普遍优秀，在富二代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乔欣只有一个新的演出作品等待交流，这部作品被归类为闪耀在1年中的寒冷时光之夜，乔欣和思超妈妈共同出演。02李现的介绍不好吗？电视的执行力确实没有希望，但是电影的执行力很棒。2019年，李现因出演电视剧《亲爱的珍惜》一炮而红，一下子被提升为当年的红人流量，与肖战、王一博并驾齐驱，推出3组鼎盛。无论如何，这2年以后，肉眼可见的李现的动作，并不像那个时期的著名的肖战和王一博那么有活力。一方面，网络作品的数量略显平庸，话又说回来，商业信誉有些低于标准。作为演艺人员和专业演艺人员，前者通常更为重要。由于艺人要与他的作品交谈，这是赢得世界其他地方普遍尊重的方式，所以李现被人唾弃，因为他的丑陋表现与他众所周知的身份不符。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，说实话，李现有他的展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但也有他可以表现好的地方。李在电视节目中的持续表现确实不出色。李现作为肖战、王一博等人都是通过电视剧出名的，他应该在电视界继续发光发热是有道理的。很像肖战这2年的电视剧连续送出，比如《斗罗大陆》《善待余生》《职业军官》等。然而在后来的《亲爱的》中，李现只是送出了1档节目见到。从节目堆积来看，传播效果不好。从那以后，李现就没有送过男主节目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状态。终于，时隔3年，人生如初见来了，但故事的根基却与带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，所以一传到就马上撤了。网络化的舞台还移除了机架，作品不在网上，我们如何讨论执行？反正李现在电视上演的不咋地，也没有稳扎稳打的传播作品来安顿自己的知名度。直接的结果是李现的普遍性下降了。以往的独家转发和点赞都是直接的大数量，尤其是点赞数可以达到几百万。在这个阶段，评论和转发很少超过100万，而点赞的数量只会超过100万。可以看出，李现需要电视处决才能过得去。李现的电影执行力并不可怕，在电视领域慢的李现，在大银幕上的表现也不错，不是说有多好，而是肯定比电视好。他作为配角参演的电影有《中国船长》和《钟欣伦》，联手实力派艺人，一个电影业破10亿，另一个破3亿。李现有效地弄到了1层金子，可以说是影视界的知名艺人。持续好过几个男艺人什么都联系不上，这就像是明智的执行标志之一。此外，他还出演了不同的电影，包括《爱情旋律1980》《鸿鹄研究员外表的秘密》。不可否认，这些都是在李小龙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拍的，质量一般。利用李现的名气做生意，变相集结一波粉丝流量是可以想象的。至于现场工作场所，在小成本方面并不可怕，几乎都在70到8000万元左右，绝对是李现自己的场综合表现，那分明没问题。是他出名的整体表现，反而会真心沉入大海，可能没有存在感。
综上所述，李现的电影整体表现真心不错，助推了他在影坛的进步。毕竟，他是一个有电影领域工作场所综合表现的演员，而电影制片人有一个观察这个尺寸指标的人，有优点也有缺点。李现在电视领域有不足，在电影里赢了，这也是一个平衡。03，肖战李亲梦中的大海，朱亚文河边小小的正阳门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改革浪潮之下，近世纪以来，有很多关于青年人创业的影视作品。小编最大的启发是借助了朱亚文便小小主演的《正阳门下》。历经风雨，韩春明将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在冲突的方法中，他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，并连同自己的财富一起建造了个人博物馆。这在海外造成了损失，或者将可能处于毁灭边缘的历史艺术品包括在内，并展示给人类。同时，他们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但也获得了美满的婚姻和与朋友终生的友谊。爱可以流泪，怒可以咬牙，哭后笑，笑后是生活的回味、哲学和情感。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、合理的，现在不再僵化。最近，肖战和李沁主演的《我梦中的海》已经停播了，但他的知名度已经不减了。在平等的时代，平等的年轻人类通过自己的奋斗，完成了自己的人生。不知道肖战和何立琴会带。该剧讲述了1970年代北京一群年轻人的风风雨雨，展现了改革创业浪潮中下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。肖春生借助肖战表演，专精于爱与正义，努力让身边的所有人都保持更高尚的生活方式。他和他的幼兄弟温国庆、孙建军早已经历了大学前科、出海、创业、出国、从政的提升范围，并确定了相互冲突的方法中的冲突方式。支持快乐的结，珍惜彼此，共同绘画，以支持我们的理想，并在我们的目标和未来的方向上绘画困难。从剧情的态度来看，2部剧的主角踪迹本质上是对等的。朱亚文饰演的韩春明颇为愤世嫉俗，但眼光独到，而肖春生为人正直，才华横溢。惊叹肖战这次能不能给朱亚文一些压力，让所有人都发光。04，龙跃于禁和玉骨遥遥都是比播出时间更早的历史木偶剧。您最大程度的搜索哪一个？古代木偶剧一直是网民中知名度最高的剧集之一。主角们惊艳的外貌、飘逸的衣着、可爱的场景、诡异惊险的剧情，演绎而踏实的感情。虽然说历史上的木偶剧都离不开这些元素，但每一部都有其独特之处，自己的特点，让网友们体验感悟，抱着追剧的心。现在是历史木偶剧的空窗期。然而，《龙跃于禁》和《玉骨遥遥》都是网友需要超高播放率的历史木偶剧，而且都是借助男明星来执行的，客流量超高。目前推荐男主的历史木偶剧也非常有名，《龙跃于禁》的男主是蛋台 M， 借助罗云熙演绎的。网友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罗云熙了，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神仙二男润玉，不断身着白衣，一副拉长框的样子，被虐得很惨。目标市场无能为力，但经历苦恼。作为2号男，他现在已经不再失去1号男的来访和兴趣。然而，男主蛋台金和鲁尼尼这次出演的《龙跃于禁》绝对是个不一般的角色。剧中的罗云熙不仅是一个白衣温婉如玉的决心，她经常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疯狂而邪恶。这部剧在远播之前就已经很出名了。而《玉骨遥遥》的男主是肖战，现在已经非常出名了。肖战和罗云熙更偏向于戏剧，肖战的职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。总之，肖战的职业和物质形形色色，声名远播，在被质疑的同时，也有过人之处。他是一个生活富裕的名人，虽然年纪不小，但他的狂热让他有不少独特的气质。之前他在《斗罗大陆》的整体表现虽然分崩离析，但现在却丝毫不减其知名度。他是一位男性超级名人，拥有非常强大的吸引游客的能力。此次肖战在《鱼骨夭夭》中饰演的男主91神观世音，凭借粉丝的帮助，早已闹得沸沸扬扬。
我显然希望快速查看它。不过，如今玉骨遥遥的知名度已经不减，借助网友的帮助不断被提及。毫无疑问，如果玉骨遥遥播出，必将成为目标市场剧的每一场大戏。龙跃于禁和玉骨遥遥都是期待已久的历史木偶剧，那么你最期待哪部剧尽快赌一把呢？欢迎评论。